老子要跟他过过招！我操！观众朋友们，我保证你绝对想象不到，让一个85岁老大爷打一个20岁的年轻人，后果有多严重。我们注意看，这个满头白发的老头就是金猜大爷。我们金大爷昨天刚刚过完自己85岁的生日，但是没有想到，刚过完生日，今天就被他的老伴偷偷报了名，参加了这一次的拳击比赛。而且他的对手还是一个25岁的年轻人，但说是老伴有点不太准确，因为他的老伴才40多岁。看来我们金大爷虽然说85岁了，但依旧是宝刀未老。但具体说是什么原因、什么想法让大爷参加这一次的比赛，那就不得而知了。恐怕是想让我们金大爷连续过2个节日昨天过生日，今天过忌日。反正我们大爷是非常宠爱他的爱妻，和我们的著名导演季中导演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因此上刀山下火海，我们知道是火海，那也跳。好，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金大爷今天对战的小伙子25岁，不仅年轻而且这个身材也很敦实。无论是在年龄上还是在体型上，这个小伙子都有着巨大的优势。金财大爷非常放松，我们看2个拳头拿得很低，而且打法非常具有侵略性。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这位金大爷年轻的时候估计也是一代枭雄估计是打过拳，要不然也不可能这么冒昧的报名参加。赛事方也很照顾金大爷现在台下什么医疗团队担架轮椅都准备好了，而且承诺金大爷打赢比赛500万的泰铢已经为他准备好了。但这位小伙子如果打赢了他的奖金据说只有这个50万泰铢，差了10倍。很难想象，这是一个85岁的老头，哇，浑身的肌肉块，我觉得比现在90%以上的年轻人还要好，而且体脂率很低都是肌肉，好漂亮！连续的后手大力摆拳，有打中。好，比赛规则是2分钟1回合，因为是要考虑到金大爷的这个身体问题，毕竟80多岁了，所以说呢，这个休息一定要到位。好，第2回合比赛继续。小伙子不讲武德，就刚刚这一脚，差点把金大爷踹进火葬场如果仔细看金大爷的嘴巴，他是没有戴牙套的因为他现在呢满口牙齿都已经脱落了，所以说完全不需要保护牙齿，所以说干脆假牙一脱就不需要戴牙套了。我们看这个胖小伙下手也很凶残，他甚至不用拳，专门用肘砸金大爷的脑壳。我甚至怀疑这是大娘这个大婶儿花钱请来的杀手漂亮，连续的后手大力摆拳。什么情况？观众朋友们，85岁，现场观众都不可思议，都沸腾了。这到底是大爷太强，还是这位小伙太弱呢？但据我观察，的确是这位大爷太强了。完全不需要读秒，站起来继续干。这个比赛也就是泰国敢举办80多岁，放在我们中国不要说打拳了你在街边上看到他一眼，可能都要绕路走，生怕他躺到地上。看来金大爷还是比较耿直比较正义的。如果说他现在直接躺在地上直接就伸腿儿，我相信多少这个也是能讹到一点钱的。好，双方的比赛来到最后一个回合的较量。没有想到这位85岁的大爷还真是宝刀未老，
其实啊，看他身材就能看得出来，他日常的训练啊肯定是不少的啊，肯定是经常健身。所以说娶一个小自己40多岁的老婆啊，也是完全可以的。大爷应该是吃得消。好，接腿串摔。我们仔细看大爷的后背啊，这个脊梁骨有块包，有没有懂的观众朋友们啊？知道这是什么说法吗？总感觉这块骨头啊，使得这位大爷更狠了。啊，有点晃，哇，这一下彻底是晕了。但是没问题，金大爷还是站起来了。岁月不饶人啊，毕竟是80多岁了，所以说体能上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这边裁判应该是临时终止了比赛，要检查一下大爷的伤口。好，没问题，比赛继续。这位金大爷啊，的确是非常值得我们尊敬。如果有机会，我们很想看一看这个金大爷年轻的时候啊，这个比赛的录像，估计呀可能都是黑白版本的，因为年代太过于久远了。好，现在双方第3个回合比赛结束，目前来看仍然是没有分出胜负啊，应该是还要继续打。现在是双方的第4个回合。其实按照这么打下去的话，我觉得金大爷的技术啊没什么问题，就是体能上，哦呦，这成为我们金大爷今天啊最大的一个难点了。哎，我们注意看，现在台下有一个女的一直在指挥啊，不知道她是不是这个大爷的老伴儿啊？她一直提示这个小胖子用肘击，这个女子是不是呢？打肚子啊，金大爷打腹的话，我觉得效果不是很理想。对方的肚子这么肥，打下去的话，效果肯定不好啊。好，连续的击腹，哎，好像有效果了。哇，连续的击腹拳，我们刚刚说到打肚子可能没效果，结果这个小胖子哦，应该是岔气儿了，这下是爆肝。你大爷，果然还是你大爷。看来这位大婶儿啊，给大爷报名果然是没问题啊。打输了有遗产啊，打赢了呢，这个有奖金，这简直是两全其美。好，恭喜这位80岁的大爷啊，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啊，比赛到此结束了。那如果是你敢上台参加这场比赛吗？敢和大爷比划比划打一场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咱们下期视频再见。特别是在美国这个地方，是吧？非常过瘾。我听到这尖叫声，我非常兴奋。本来手伤了，管不了那么多了，揍他！中国小伙林疯狂征服美国拉斯维加斯，客场作战3拳2腿打废 WBC 美国洲际拳王，让老外彻底傻眼。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中国小伙林疯狂杀入到美国拉斯维加斯，对战美国 WBC 66战全胜的拳王阿杰乌西卡的精彩对局。没错，他是美国 WBC 的洲际拳王啊，实力非常强劲，66战不败。当然，他66战当中啊，有业余比赛和职业拳击比赛啊，并不是都是职业的。但是66战不败的话，已经非常恐怖了。而这一场比赛，我们中国小伙正是有着林疯狂之称的林帅。之所以叫林疯狂，因为林帅有的时候他真的很疯狂啊，可以说是我目前为止见到我们中国拳坛最张扬、最有个性的一个选手了。
原本这场比赛是美国官方邀请我们中国选手啊到美国的拉斯维加斯，也就是赌城啊来参加比赛。原本他以为我们中国的搏击水平，我们中国的这个拳击水平啊非常落后，想要羞辱我们一下。但结果今天我只能说啊，他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林帅，我们南方选手是身材比较矮的，穿着红色短裤的阿杰·佛奇卡。我们看到阿杰·佛奇卡在第一局比赛一开局啊就上去猛冲猛打，刚才一个摆拳差点是已经击中到这个林帅，但是林帅抗压的很强，尽管3个月之后复出之战，但是他要在拉斯维加斯希尔顿大酒店续写他的辉煌。我们已经向观众朋友介绍了这个蓝角选手美国的阿杰·夫奇卡，他不仅能打这种自由搏击比赛，他还能打 MM 的比赛。他的技法最好还是他的地面技。林帅之所以被称为林疯狂，因为他真的非常的疯狂啊！本场比赛他是带伤上阵，而且是右手手部骨折的情况下打的本场比赛，可见林帅对战斗的渴望啊是多么的强烈。主要是他想向这帮老美证明一下啊，我们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啊，不是好惹的。哦，今天林帅你看吧，由于身高臂长，他的身高比对方要高出仅有14公分，他从上往下。那么这些佛奇卡只有通过摆拳往上扑，因为在3个月前啊，林帅的左手的指部是骨折了，大拇指那个地方，他要证明自己。漂亮，用车拽腿。虽然说林帅呢，他是一个很疯狂的拳手，但是他的战术执行啊和战斗时的头脑还是很冷静的。手部骨折那就不打拳了，我们就腿法为主，拳法为辅，把我们中国散打里的没错这个侧踹腿全部给他发挥出来。而且本身我们就有着身高上的优势，再加上大长腿，你看全场溜的这个美国的 WBC 的洲际拳王是根本摸不到我，让对方看得见摸不着啊，急的是浑身都难受啊。这局比赛这个场的控制还是非常好。所以在赛前啊，我们要研究对手，要知非彼，才能百战百胜。今天我们看到这个身材矮小的杰西·佛奇卡呢，他想扑，但是毕竟林帅身材比他高，就是你用这种支撑打着林帅是不容易的。Final 10 seconds of this opening round. 看到今天林帅赛前还说，一直告诫他，尽量在比赛当中少用这种左手的前沿。哇，刚刚这一下多亏是铃声敲响，如果再晚上2、3秒，我感觉这个 WBC 的拳王恐怕就要躺尸擂台了。林疯狂果然是够疯狂啊！不仅是个性张扬，其打法风格呀也的确是够狠够猛。我们中国人就喜欢看这样的选手。好，接下来看一下林疯狂对战这位 WBC 阿杰·福西卡的第2场比赛啊，第2回合。男子重量级这场比赛是进行的是67公斤级的比赛，红方是穿着白色短裤的林帅，蓝方是身材比较矮的阿杰·佛奇卡，这是双方的第2局比赛。这场比赛采用的是武林风的竞赛规则，要打3局，每局是3分钟。林帅在第2局打得更加的游刃有余啊，利用这种移动控制好距离。但是他要捕捉战机，还要靠他的后手的重拳。不知道为何第2回合的林疯狂好像没有那么疯狂了啊，稍微是有些内敛。满场他是采取了游走战术啊，来不断的拉扯这位 WBC 的世界拳王，而对方越是着急，他的漏洞啊就越多。哦，没错，高pin腿，哇，仅仅是擦了个边儿，擦着头皮，贴着头皮而过。我们再看一遍精彩回放，哇，这下就是擦过去，光是擦过去这一脚就让对方的瞬间趴地不起。好，还能打，还能坚持。看一下这一下还没有重伤对手，没重挫，不给对方喘息的机会。Again, they weren't crisp shots, and that might have really ended this fight as we see Fonseca above us, and his legs aren't right yet. 机会来了，机会来了！
Fonseca trying to fight 这 off 时 the 候 rope. 李帅打的有点慌乱，还有点慌乱，再稳一些，再稳一些。Fonseca here with a punch, but the referee's going to 我们看 count. 到这个奖为第2次给这个阿杰波西卡读秒。如果在一局比赛当中3次强读的话，那么这场比赛就要结束。 Fonseca says yes. 林帅要在美国拉斯维加斯要改写历史吗？他要 TKO 对手吗？ But he's really taking a lot of punishment this round. 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我们看到场裁判蒋为为了保护这个阿杰波西卡，林疯狂，观众朋友们，果然是名不虚传。在篮球界有个林疯狂叫林书豪，在我们中国拳坛又有一位这个林疯狂。要知道本场比赛可是在美国的拉斯维加斯，我们客场作战，太精彩了，主要是打的也是非常解气。好，再次恭喜这位林疯狂，也希望他能够一直在拳击擂台上疯狂下去啊！再次恭喜林帅赢得这场比赛的胜利。观众朋友们，这一下真的笑不活了。这个日本人竟大老远的从日本拿着一副拐棍来中国踢馆，我们看还特意送给我们中国选手作为见面礼，而且还当众放下了狠话，表示要亲手打断我们的双腿。结果最好笑的部分来了，我们中国选手拿起拐杖一看，结果上面印着4个大字：中国制造。没错 ，Made in China。也就是说呀，他从日本大老远特意带来的拐杖是我们中国制造的啊，我们中国出口的。而我们中国选手的回应也相当的霸气。废话不多说啊，赛场见。这个拐杖啊，我会留给你来用。刚刚这个霸气的男人名叫赵建刚，他是我们中国葡萄之乡滨川县格斗界的标杆性人物，就像是篮球界的乔丹、羽毛球界的林丹啊，他的知名度在当地非常之高。而且他还身兼数职，他是滨川县的武警总教官以及体能训练官，滨川县特警大队格斗教官，滨川县消防大队体能教官，建刚搏击创始人，全座格斗创始人，也是云南省自由搏击现在最知名的拳手。让我们欢迎一下红方滨川的拳王赵建刚。而这场比赛嚣张的小日本叫什么呀？根本不重要，将死之人知道他的名字也没什么用。而且这个家伙他属于自己作死啊，自己挑衅我们，所以说呢，打死他也是他活该呀。好，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让我们看一下这位云南省的拳击名将，他的本领到底如何？我们注意看了，红色拳道是赵建刚，而蓝色拳道小日本。我们注意看对方后背的纹身，他这个纹身确定不是盲人纹身师纹的吧？很抽象啊，看不懂。当然，这很符合日本人的特点，那就是小脑发育不健全，大脑完全不发育啊。我们看赵建刚步步紧逼，非常的稳。到目前为止呢，是几乎没出拳，只是一步一步的逼近对手。强大的压迫感让这个小日本子双腿发软啊，节节败退。好，到围绳了，到龙角，对方危险了。因为赵建刚的最拿手、最会的就是这个了。好漂亮！哇，这两拳非常准。把日本选手的狗脑袋打得像拨浪鼓一样，又来了，又逼到角落。实际上，赵建刚已经退役多年，本场比赛他是没办法了啊，因为这个小日本子找上门来，还特意来到了。哦呦，什么情况？长多了，长多了。问题不大。来，赵建刚看看能不能抓住机会。哇，好，观众朋友们，赵建刚的拳实在是太重了，漂亮，又一个后手，看一下能不能抓住机会。连续的扫踢，虽然说赵建刚身兼数职啊，非常的忙，而且已经退役很多年了啊，但他的状态啊还是非常在线。但是我觉得更多的事情，因为今天打的是一个日本人，所以说这个
状态翻倍啊，就像打了鸡血一样。看情况应该是站不起来了。哎，站起来了，但是呢，站得不稳啊。这个时候对方站不稳啊，我觉得非常需要什么东西呢？需要一副拐杖。看来这份礼物啊，我们要还回去了。好，这场比赛让我们恭喜邵建刚打得非常精彩，非常解气，也是完成了自己赛前所说的诺言，要把这个礼物还给对手啊。作为一个武警，他是言出必行啊！再次恭喜，同时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徒弟背叛师门，上门踢馆，点名要打师傅。这是一场清理门户的裸拳踢馆大战。踢馆当天全球直播，超过600多万人观看了直播，甚至还登上了英国的报头条。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事情的原委。这家拳馆的老板名叫德卡，他曾经也是一个叱咤风云的拳坛名将。如今已经45岁，早已退出江湖，并开办了一家武馆，将自己的拳术传授给下一代。他的逆徒名叫丹尼克里斯特，作为德卡最得意的弟子，他最近风头正盛，以势不可挡之势拿下了世界最大的裸拳赛事 BKFC 的冠军，一时间风光无两。这原本是一个逆袭的故事，穷小子蜕变成为世界冠军，他原本应该感谢师父，感谢父母，结果没有想到这个小子竟然在媒体面前否认德卡是他的师父，并且拒绝支付任何训练费用。最可恨的是，他竟然公开表示自己喜欢德卡的老婆，也就是他的师娘。愤怒的德卡向他下了战书，表示要自己亲手清理门户。我们注意看，在比赛开始之前，德卡还在和他的弟子丹尼克里斯特进行争吵。这场比赛为了公平起见，两个人各自带了一名裁判来到了现场。我觉得这是非常公平的啊！比赛的场地就是德卡的拳馆，当然了，这也曾经是丹尼克里斯特啊曾经的辛苦训练的地方。德卡在这里把自己的心血啊、自己的所有的心得呀、技术啊，全部交给了丹尼克里斯特。没有想到啊，喂出来了一个狼崽子，还真是个白眼狼。好，比赛开始，注意看，穿着背心的便是德卡，这是一位曾经的拳坛老将啊，以前也是打裸拳的，所以说呢，德卡也是一个狠人。哦，很重这一拳。德卡绝对是狠人，我们看他的手上完全没有带任何东西，最起码丹尼克里斯特还缠了一个布条。我们可以看到现场有些人正在拿着手机进行直播，没有错，本场比赛是全球直播。虽然说德卡比他的弟子重了20多公斤呐，都不止，但德卡毕竟45岁了，而丹尼克里斯特啊，他风头正旺，正处于巅峰时期。哦，开口了，德卡的脑门中间开始流血，而他的逆徒丹尼克里斯特也挺惨，眼角也开口了。真的很难想象啊，曾经一对非常关系非常好，像父子一般的这个师徒啊，如今竟然是刀剑相向。当初这个逆徒吃他的喝他的啊，结果现在不仅背叛了他啊，还惦记上了师娘，这是让人绝对不能容忍。那当然这也不能怪他，因为德卡的老婆实在是，观众朋友们啊，实在是太漂亮了。那无论怎么讲，这肯定是不对的。现在从伤况上来看，丹尼克里斯特的脸伤况更为严重啊，右半边脸已经被打烂了，而德卡毫不留情。一般师傅教徒弟啊，为了这个保住饭碗，通常来讲在临走之前啊，都会藏一手啊，留一手。不知道今天德卡，我感觉他也是留了一手啊。
要不然这位世界冠军怎么可能被打得这么手足无措呢？这位45岁的老将看得出来，他真是怒了啊！全程猛冲猛打。在师傅面前啊，无论这个弟子有多么大的成就，多么的风光，在师傅面前，他永远是个小孩啊！能看得出来啊，他还是有些胆怯。这种感觉呢，是比较明显的。哦，软了，还能站起来吗？现在丹尼克里斯特也有了自己的拳馆，他借着势头正猛啊，正有些热度啊，赶紧开了一家武馆。毕竟拿了冠军，拿到了不少的奖金啊，而且还可以拉到很多赞助费。据说丹尼克里斯特这个逆徒在跟德卡之前，他真的是一无所有。他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哦，抓住伊夫揍，哦，摇头打飞了。但是我能感觉到德卡还是有些心软啊，有些补拳的时候他没去补。照这么打下去的话，今天可能还真就要打出一条人命。漂亮，哇，晃了！哇哦，这下是推飞了。果然姜还是老的了。我希望德卡有时间啊，把身后的那个红圈的破布啊赶紧扯掉，放到一堆国旗面前啊，那是最丑的一个国旗了，都称不上国旗，狗皮膏药。都很累了，德卡也在大喘气。好，裁判临时拿了一条毛巾啊，帮德卡处理一下伤口，看情况鼻梁应该是被打断了。哎，什么情况？丹尼克里斯特跑了，回过头来还是不服，还在打着嘴炮，但明显这场比赛他输了。这场比赛也算是了结了一桩恩怨，德卡最终战胜了这个逆徒。这场比赛赛前约定好了啊，如果德卡能打赢啊，丹尼克里斯特必须道歉，并且把全部的这个训练费用给补回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场比赛我只能说啊，可以说是非常的悲哀。我相信德卡他也不愿意事情发展成这个样子，但没办法，这个逆徒实在是他的反骨实在是太多了啊！人重180斤，反骨179斤呐。好，比赛到此结束。对此比赛你有什么看法呢？咱们在评论区欢迎留言讨论。咱们下期视频再见。知道的明白他是来打拳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呀是来卖炊饼的。这还真是脱裤子打老虎，他既不要脸也不要命。我劝他呀先不要打拳了，赶紧回家看一看他家里的金莲啊出没出墙。小虎铁樱花，神操作呀！如果是转身后摆，不错啊，这个漂亮，这是小虎的节奏，漂亮。说起神龙摆尾，大家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中国坦克邱建良，但其实除了邱建良，我国还有另外一位将神龙摆尾练到炉火纯青的好手，他便是江湖人称小虎的铁樱华。
与邱建良神出鬼没的腿法不同，铁银华的神龙摆尾更加的干脆直接，有时甚至能无视防守就能让对手痛不欲生。完全不讲道理的乱拳轰炸，更是能将每一个对手打到抱头鼠窜，完全没有招架之力。但铁银华最恐怖的并不是他的拳腿功夫，而是他深不见底、超级变态的体能。就在上一场比赛，他用一记出神入化的神龙摆尾，将号称泰国500年以来最硬的男人兴当爆头 KO， 瞬间趴地不起。结果比赛刚刚结束，仇家立马找上门来，他便是兴当的大弟子光东。此人实力不俗，不仅是泰拳界的一把好手，而且还是2016年至2018年欧洲跆拳道以及空手道大赛的欧洲冠军。好，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让我们看一下铁银华本场比赛会有怎样的精彩表现。大家伙不要认错啊，红袍选手白色拳套是铁银华。可以说铁银华打泰国选手啊是非常擅长的，因为他的比赛呢10场有8场打的是泰国人，包括他自己呢也经常去泰国训练啊，所以说对泰国人的打法风格很了解。上一场比赛更是将泰国的兴当啊一脚 KO 啊。而这场比赛，蓝方选手则是兴当的大弟子光东。此人综合实力很强，空手道、跆拳道都是在欧洲啊拿过冠军。他的泰拳风格和兴当很像啊，就是抗击打能力非常的变态。风格对于铁银华来说，也许未必他能战胜你，但对于你的这个战术，他并不陌生。对，转身后摆，转身。今天铁银华的状态跟之前不太一样。对啊，就像肖哥说的，感觉是一个蒸蒸日上的这种感觉。对，这个感觉就是一个人这个精气神啊，还真是不一样。我今天看着铁银华，我觉得他整个人的状态啊，是一个完全是往上走，就是冒光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藤条老师怎么想啊？我觉得铁银华面对泰拳选手，我是有一种安心在里面。对，就是感觉今天这个铁银华要开大。对，有可能就是会给我们带来一个很精彩比赛的一个保证。很多观众朋友们喜欢铁银华呀，并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看本场比赛，面对打法极其强硬的选手，铁银华只进不退，只攻不守。而且在我看来，相比光东啊，铁银华好像更像是那个漂亮神龙摆尾，更像是那个来复仇的啊，更是来这个为师傅报仇的。拳可以的，真的是。4天王里应该拳最重的是小虎，因为他的整个爆发力和肌肉力量好像最好。还是要小心的，对方还是一个看起来非常对冷峻的重拳手，这个很可怕。对，哇，连续的大步转身，漂亮。但是再一个，但他防守还是很稳当，很紧，报价很紧。是，目前看来，这个光东啊，的确是来者不善，而且不简单。他不仅是非常冷静，而且他的抗击打能力未免有点太过于变态了。吃到铁银华一连串的猛攻啊！目前看来，完全是像挠痒痒，没感觉。好漂亮，连续的打补，还在打。这就是铁银华那狂轰乱炸的重拳。但是对方的腹部的肌肉也很硬，我觉得恐怕钢筋混凝土啊都没有这么硬。我觉得光东还不是那种特别典型的泰拳手啊，拳法还是有一部分依赖。打法很硬了。我们说到的铁银华一直期待的这样的一个对手，能跟他在站桩上对轰，对，两个人忘掉所谓的移动、所谓的战术，就用纯粹的物理进攻来轰击对方，达到胜利。这个就是让我们觉得很多时候啊，大家也是期待，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期待，两个人真的是这种棋逢对手、将遇良才的这种针尖对麦芒的比拼。是。虽然说小虎的外号叫小虎，并不是特别霸气，但他呢是我们中国拳坛的4大天王，他、邱建良、还有杨卓、还有妖刀魏瑞啊，他们4个被称为4大天王。在这4大天王当中呢，最喜欢拼拳的莫过于小虎铁银华。现在我们看这个光东呢，不但用腿法和拳法在把控距离，他也不太想和铁银华去拼拳了，想打一些分数啊，蹭一些点数。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看这种对轰和内线进攻的，各有各的好啊，各有各的不同的风格。
这种比赛会让人看起来这个血脉奔张的。是的。广东开始拿腿去控制距离了。铁云华的这种摔跤式的这种进攻，挤压着你所有的进攻距离和空间。其实大家伙也能看得出来，虽然说光东啊是兴当的弟子，但他的打法和风格其实没有继承兴当太多啊，继承最多的是抗击打能力。但其实兴当最擅长的腿法，他几乎没学来。主要的进攻手段还是以拳法为主，腿法为辅。哦，神龙摆尾，天华，好推开，继续打。这哪里是小虎啊，这个真是猛虎下山啊！这是上空，哎，有点晃，后摆哦，打到了，铁云华啊，给了对方恢复过来的时间啊，是就在那一瞬间，可能也1、2秒钟啊，是。再走，哦，黄东做给了铁云华下巴一拳，是高扫，顶膝倒了，压倒了，刚才是压的，对，再来，对方的对脚底下并没有软，对，这个比赛看起来真刚啊，这才是男人的运动，太喜欢看这场比赛了，哇，非常漂亮的一场比赛。好，现在小虎铁云华大战泰国选手兴当弟子光东的比赛来到最后一个回合。其实这场复仇大战，小虎铁云华的教练以及他的团队啊，并不想让小虎打啊，因为2场比赛的间隔时间啊太短了。但铁云华说啊，放虎归山，趁我现在手感还热啊，那我就打门师傅打徒弟，来一个打一个，来2个打一双。好漂亮，转身颠拳。现在像这种武者啊，有斗志的武者真是不多了。后手拳，哇，全部都是拼尽全力的重击。对，这个是真好看。这两个这个重炮手的君子战是，右手摆拳近身，铁云华推开，我们看前手摆拳被对方躲开了，一扫。哇，低位的打斧力量好大，应该说光东啊，也是一个这个值得敬畏的这样一个对手啊。没错没错，只有这样的强悍的选手才能诱出铁云华身体里的那个潜力，确实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演员之间可能要挑对手，尤其是在场上拳手，对手也很重要。是，哦。光东在今天小虎铁云华的神龙摆尾真是一腿接一腿啊！因为上一场比赛他 KO 兴当的时候就是用的神龙摆尾，而这场比赛看起来他应该还是想用这招腿法。但今天光东呢明显是有所提防啊，基本上神龙摆尾呢没有吃到过几招啊，主要是铁云华的神龙摆尾啊没什么假动作啊，非常的干脆直接，他喜欢无视防守。但连续的神龙摆尾让小虎铁云华现在的体能上来看下滑也是比较明显，但进攻的这个劲头啊还是有的。哦，进去。哦，这个还是很突然的。转身的后蹬，他动作连续性很好，是协调性很好。比赛时间也不多了20秒，铁云华还能不能打一波进攻？对，看最后的这个10几秒的时间，铁云华能不能突出一组啊？第3回合的铁云华感觉不如前2回合凶猛。整灯，整灯，来一波输出，后摆躲开了。哎呦，真的赏心悦目！哇！好，观众朋友们，这场复仇大战终于结束，终于打完，历时3个回合，双方打满，并没有产生 KO。虽然说我们期待铁云华能够 KO 对手，但对方的确是有备而来，而且强度太硬了啊，比他的师傅还要硬。
好，最终比赛一致判定，让我们恭喜铁英华获得比赛胜利啊！同时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双方一笑泯恩仇，看来这一次的恩怨大战应该是就此结束了啊！打服了师徒二人，再次恭喜，咱们下期视频再见。